女老师上课突然说不出话，身体内莫名翻江倒海，连呼吸也开始急促。可孩子们根本不懂发生了什么，依旧在咯咯傻笑。他急忙跑到黑板面前，拼命想要写下求救信息，然而还没来得及写完，他就突然倒地抽搐。同事急忙将他送到医院，一名医生诊断女人是癫痫发作，可她不但失去了语言功能，就连智力也一同退化。普通癫痫不可能这么严重，豪斯医生指出，女人可能得了脑瘤，很快就命不久矣。其他医生对此纷纷表示反对，因为豪斯从未见过患者，对他的病情根本不了解，怎能轻易判断女人是脑瘤？为了搞清楚真相，他们决定进一步给患者做检查。很快，女人被送进仪器中，准备做核磁共振。可幽闭的环境竟让她开始呼吸困难，没一会竟昏死过去。医生急忙将她拉出来，却发现女人面色苍白，已经失去了呼吸。医生只能划开她的脖子，插入气囊辅助女人呼吸。女人总算捡回一条命，可不能做脑部扫描，就无法查出病因。女人又没有什么病史，医生根本无从下手。豪斯突然想到，她患的可能不是脑瘤，而是脑部血管炎。虽然一切都是猜测，却让女人感觉有了希望。为了治好女人，医生给她使用类固醇治疗，女人终于恢复了稳定，病情迅速好转。可就在这天晚上，她告诉医生自己失明了，还不等医生反应过来，女人再次癫痫发作，并很快停止了心跳。幸亏医生奋力抢救，女人才保住性命。可她的脑干严重受损，可能会永久性失明，继而失去行动能力，最后呼吸衰竭而死。目测只剩下1周的时间。类固醇虽然起到一定作用，却有着严重的副作用，女人的疾病依旧是个谜。豪斯建议彻底搜查女孩居住的地方，看看有没有别的传染源。可根据规定，这是法律不允许的。可为了给女人治病，豪斯决定让助手私闯民宅。他看病从不接触病人，而是完全靠自己的推理。为了查出病因，竟让助手私自闯入病人的家里，到处翻找病人用过的东西，打开冰箱，拿出过期面包，顺手抹上番茄酱，美味的晚餐还能就地解决。然而医生并不是脑残，他私自闯进病人的家里，只是为了查出他真正的病因。女老师上课突然昏倒，紧接着全身器官衰竭、失明、丧失行动能力，她很快就会死亡。可医生做了各种检查，始终无法查出真正的根源。女人的生命只剩下1周，医生只好偷偷溜进女人家里。可检查所有的东西后，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物品。就在所有人愁眉不展时，助手的一句话引起豪斯医生的注意。有火腿就说明有猪肉，有猪肉就有绦虫，它可以寄居在身体内，好几年不被发现。最好的证据就是在给病患使用类固醇后，他的病情急速好转，随后急转直下。这正是绦虫遇上类固醇的反应。现在绦虫已经损害病人的大脑，他只剩下1周的时间。因为绦虫喜欢腿大肌，医生迅速给女人安排腿部 X 光片，果然发现她腿中的绦虫幼卵，而大腿出现这种虫，就意味着她大脑中也有。终于确诊了病因，原来就是这样的东西，差点要了女人的命。本以为又会是一段漫长的治疗，可医生竟拿出2片阿本达唑，叮嘱女人持续服用1个月，便可安心出院，简直太神奇了。男孩只是腿部抽动，却被医生诊断为绝症，并强制安排了住院，因为这是一种严重的肌震挛症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大脑认为身体已经死掉，而刺激肌肉产生的信号。这意味着男孩不能正常睡觉，时刻处于清醒的状态。在医学上，这叫做脑功能衰竭。一旦并发，男孩永远都要穿着尿布，坐在轮椅上生活。为了确认男孩的疾病状况，医生开始全面检测病人的睡眠生活。他在男孩脚趾上画了个记号，随后拿出扳手对准了脚趾，男孩立即大哭求饶。原来这是医生的测试，只为确认男孩的夜惊症。他的脚趾依旧完好无损，然而通过所有的检查发现，他的大脑没有任何问题。医生只好抽取他的脊髓液，深入检测研究。可正常人无法忍受这样的疼痛，事后一般不会乱动。男孩却离奇走到医院的楼顶，他头脑清醒，却误以为这里是学校的球场，还想要继续往前一步。幸亏医生及时将他拦住，才避免了悲剧。但豪斯医生却据此推测，男孩可能患了神经性梅毒。他决定利用青霉素，通过腰椎穿刺注射进他的脑部，来治疗男孩的疾病。因为这样的速度比较快，男孩现在的状态已经不适合拖延太久。经过第1次青霉素注射，男孩状态明显好转，似乎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可就在注射第2针青霉素的时候，他却产生严重的幻听。Push 2 milligrams IV Adamastat. Come on, Dad. 青霉素竟然对男孩无效，而他的脑功能开始进一步衰竭。医生排除了炎症、脑瘤和感染，所有的检查结果也显示正常。那么男孩到底得了什么病？豪斯彻夜难眠，猜测问题出在男孩的亲生父母身上。他悄悄收集2人喝过的咖啡杯，通过 DNA 检测，发现男孩并非2人亲生。在豪斯的逼问下，夫妻俩承认领养了男孩。可当初他们也做过调查，男孩的母亲十分健康，但豪斯怀疑生母在6个月的时候没有注射疫苗，而婴儿有6个月的母体保护期。如果生母没有注射疫苗，很有可能把麻疹病毒传给孩子，并潜伏在他的大脑中，直到16年后爆发成亚急性硬化全脑炎。一旦进入第2期，恶化速度就会加快，这也是最为致命的。
但谁也不知道病情什么时候会进入第2期。但因为没有确诊，医生也不能在男孩脑袋上钻洞实施注射干扰素治疗。目前唯一的办法只能冒险抽取脑脊液，仪器慢慢靠近男孩，一根银针将会刺穿他的瞳孔，进入到眼睛后方，在他的视网膜上实行活组织检查。So we've confirmed that the problem is this mutated virus. The treatment for SSPE is intraventricular interferon. 确诊了病情，医生立刻开始实施手术，但治疗的过程极其危险，且很有可能致命。幸运的是，手术非常成功，男孩病情逐渐好转，重新回到了球场。